我们被困住了。没事，别怕。你放心吧，荣家上，很快就结束了。何必多此一举呢？俗话说得好，百善孝为先，你就当做是给你父亲赎罪，也算是尽孝心了。你说呢？孟老板管得真宽啊，你还真是无私。可惜了。欢迎来到荣家的地盘。我的这份见面礼，你还喜欢吗？荣家上，你敢？你知道我们七爷是什么人吗？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人，可是孟老板也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吧？既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取我的性命，我知道我爹确实有对不住孟家的地方，可没想到孟老板深仇大恨，竟然已经到了要杀人泄愤的地步。我不过就是想请你随我喝茶叙旧。说起来，我比我爹温和善良多了。荣定坤那可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，而你这个做儿子的呢，坐在这尸骨山的宝座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家父确实对不住令姐，我自然也不会为难你。我只是想请你随我回去签几份合同，等金麒麟物归原主，我会亲自护送你和你那该吃药的外甥上船回美国。你觉得如何？荣定坤居然生了一个妇人之仁的好儿子，我觉得很不容易。您客气了。世珍啊，来，下来吧，是时候该叙叙旧了。你把我送给你的项链给扔了，是吗？不过就是一条破链子，丢了就丢了，没什么可惜的。本来就不适合世珍这样年轻的女孩。我还是觉得这个适合你，毕竟世珍这样的清水芙蓉，本来就不需要过多的修饰。可惜有些人不懂你的美，总想把你打扮成贵妇名媛，最后弄巧成拙。我听你说这话的口气，你很了解这个女人是吗？那我希望你好好问问她，问问你怀中这个女人她是什么人，她做过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她到了荣家之后，荣家会发生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？为什么？荣家那么多情报，是谁送出来的？那个小溪是谁放走的？还有，好端端的亲友反目成仇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想过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，他从一早就知道是我爹派人烧了文春里，说他是为了报仇才接近我的？还有什么？说他是你派来的，所以故意制造混乱，窃取情报。墨轩，这个时候挑拨离间，你也太蠢了。你说我挑拨离间，世珍，他说我挑拨离间，你怎么不生气呀？你没听见吗？我来替他说，
他当然不会生气了，因为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年轻人男欢女爱，虚情假意。荣少爷买了他几分账？荣家尚，你真以为自己很厉害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只不过是荣定坤的一条狗，被关在荣氏商行里面。你每天浑浑噩噩给他打理生意，算那些账。但殊不知那些生意都见不得人，好不容易爱上一个女人，但她却利用你。还好你很聪明，没有跟她私奔。如果你今天跟她私奔了，你的下场会更加难看。冯世珍，你不是有一肚子话要跟她说吗？说吧，说啊！你把能说的都说完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背叛了你，你拖我下水，没什么好怨的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跟荣家尚之间的事情就不再劳其爷你费心了。好，好，没问题。我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们走。芷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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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芷珍！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孟轩安跑了，怎么现在才来？给我去追！不行啊，大少爷，老爷中枪了，在医院里面躺着，二小姐也失踪了，少爷在医院里面守着，让我们过来接您过去啊。去医院！来了，荣先生，荣先生，对方是不是荣家的仇人？荣先生，请问你有什么应对措施吗？荣先生，说一下吧。荣先生，有什么应对措施吗？荣先生，请回答一下。哥，方林，太太，赵叔，你爹还在手术室里，中了一枪，情况不是太好。院长是熟人，找了最好的德国医生做手术，但是医院还是下了病危通知，让咱们做好准备。是孟家吗？还真不是，和一个小巡捕起了冲突，对方抢走了火。还真是。你这伤……我没事，多亏了赵叔你反应迅速，救下了太太和方林。哎，那里的话，坤哥平时待我不薄，这些都是应该做的。对了，赵叔，我有一事不解。孟徐安在逃跑前说他抓住了我爹一个特别的把柄，所以我爹才这么失态。这件事情跟我的兄姐有关。我真的有2个兄姐吗？
这是什么荒唐的话？你是荣家的长子，前面没有孩子。这个孟虚安，大概是不甘心落败，胡言乱语罢了，不要轻信。嘉尚，你若不是荣家的长子，你爹和我们这些叔伯怎么会这么支持你呢？你说的对。对了，芳华有消息了吗？其他人呢？嘉尚，嘉尚，对不起，是我没能护住芳华。我都已经听说了，兄弟，你尽力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吧。我已经派人去了孟家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人救回来。嘉尚，孟家这个仇一定要报。只是孟虚安准备了多年，我们本来就是被动，现在更不适合贸然行动。你觉得呢？先看看我爹的情况，再做下一步打算吧。毕竟这仇是我爹结的，要怎么报，也得听听他的意见。你爹刚愎自用，冷酷自私，他哪里肯听别人的话？等一下，我要问问医生，他荣定坤的心到底是不是黑色的？大嫂，坤哥也是一时慌乱，没顾得上你们。你不用替他说好话。他现在挨了枪子儿，躺在那里被人掏胸膛，我看这就是对他的报应。你这就是气话。我是憋不住了，我憋不住了。嘉尚，你刚才问老赵的话，他不敢讲，我来讲。这已经不是你爹第一次抛弃妻子了，他做的这么老练，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？你说，老赵，嘉尚，大嫂不要讲了。偏要说。哎呀，他爹是什么德行，你应该让他知道啊！大嫂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太太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。嘉尚，你可能还不清楚，在你娘之前，你爹在乡下成过一门亲，后来他发了家，瞧不上乡下的裹脚婆，就甩了他们妻儿，这才娶了你娘。你刚才问，你前面的兄姐，算是问对了。天知道，你的哥哥姐姐现在流落到何处？孟虚安现在拿这个事来威胁你爹，那可真是一掐一个准儿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还会有一个哥哥姐姐？对呀，没错，你还有你，都是有哥哥姐姐的。什么落寞清贵之家呀，不过是家里有几亩田的乡下人。年轻的时候跟你赵叔一起到上海闯荡，做了点小买卖，整天赶着个破驴车，贩点货罢了。妈，你别瞎说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不信问你赵叔，你现在问他，他跟着你爹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那些肮脏龌龊的事，他知道的最多了。18年前，我要是知道荣定坤是这种人，我就算是吊死在闺中，也绝对不会嫁给他的。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，都是有心人以讹传讹，故意造谣罢了。冷静些，别让孩子和亲爹生了误会。大嫂，你别叫我大嫂，我当不起。当时荣定坤伪造出身，你也帮了他不少。坤哥娶你的时候，可确确实实已小有身家了。说的也是，那荣定坤还不算是骗了我，但是他骗了前面唐家姐姐，那可是牢靠的。赵叔，我爹在我娘之前，真的还有一房妻儿吗？其实之前那位啊，算不上什么正经的太太。
确实是生了一双儿女，但是早些年啊，乡下闹了一场疫病，你们家老太爷、老太太还有2个姑姑，全都死了，包括那个母子3人。你爹不是要面子吗？把这事儿传出去以后吧，让人说他命太硬，这才瞒了下来。无论如何，嘉盛，你都是这家的长子，知道吗？命能不硬吗？唐家姐姐，还有我的心儿，现在看来都是被他给克死的。大嫂，赵叔，我爹将此事隐瞒至今，我想他不仅仅是怕丢脸。这么多年，他还会提一句加薪，可是他从来没有提过这2个早丧的孩子。这一对儿女真的死了吗？当然，这个病死的人要火葬，我和你爹看着烧着的。不妨等你爹醒了，你直接问他就是了。荣家上背叛我，是因为你确定我不会杀了你？秦爷口口声声地说荣定坤卑鄙无耻，罪该万死。可是如今看来，你跟他不过是一丘之貉。一丘之貉？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清白的，私下都在干龌龊的事。可是所有的人都不清白，难道你就杀了所有人吗？你经常说因果有报，那今天晚上死的那些人呢？他们的仇谁来报呢？风时辰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还能好端端地坐在这儿，是因为我不舍得杀你。那我谢谢你的不杀之恩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是永远的强者。荣定坤为了想要控制我大姐，他诱骗她，让她吸鸦片。为了从荣定坤那里得到鸦片，我大姐就把金麒麟给偷了出来，交给了荣定坤。孟九是我大姐和荣定坤生的孩子。我孟家向来家教森严，我父亲绝对不会允许我大姐未婚先孕。但那时孩子已经长得很大了，根本打不掉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先把孩子生下来。你觉得所有的事情就该结束了是吗？远远没有。大姐在美国被送去了教会医院，那会儿我还是个孩子，我在一个寄宿制的学校上学，我不能回家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后来还是佣人告诉我的，他告诉我姐姐疯了。我母亲每天以泪洗面，父亲也不同意我去探望姐姐。你有没有见过真正的精神病人？精神病人
平时很正常的。他温柔安静，他会给我织衣服，还会给小九讲故事、唱歌。但是他一旦犯病的时候，就跟恶魔一样。他会厮打身边所有的人，他会毁灭一切东西。为什么？他每次发病都会试图杀掉儿子。为什么？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，仅接触过小九一次，就能揣摩出这一点，你才能控制小九，让他把钥匙给你，对吧？我的父亲为了保住家族名声，把他们母子二人扔在医院不闻不问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直到几年后父亲去世，我掌管大权，才把他们母子二人从医院接了回来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姐姐没过多久就死了。那个时候，小九他只有7岁。姐姐当着小九的面割喉自尽。之后不久，我母亲也抑郁而终。我把小九记名成了弟弟，抚养他长大。你知不知道小九第一次犯病在什么时候？在他14岁的时候，突然间失去理智，一下子从2楼窗户跳了下去，摔断了腰。我跑遍所有的医院，无济于事，所有人束手无策，没有办法。小九为什么会生病啊？因为他在娘胎里面就受毒瘾的影响，因为他出生以后有一个发疯的母亲，天天在他的面前，他受不了这种折磨，无法面对母亲残酷的死亡。我救不了小九，我也救不了梦想，但我唯一可以做的，就是让这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付出他应有的代价。我跟你说这些，不是想让你同情我，或者为自己辩解，因为我看到你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，茫然、愤恨、无计可施。当年没有人帮我，但是今天我可以帮你。我知道你恨得深，可是从今天开始，会有更多的人像你恨着荣定坤一样恨着你。我不在乎。有句话你说的没错，或许我和荣定坤一样自私残暴，而你，荣家尚知道所有真相后，他会放过你吗？要是没有我的庇护，你和你的家人会安全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对荣家尚还抱有一丝希望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，不会对你下手。是，我承认，荣家尚他是一个痴情的人。不过你和他之间都已经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如果再纠缠下去，你们只会更难收场。我希望你想明白。那你想要怎么样？你不适合待在这儿了，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怎么办，收拾一下，跟家人交代一下，离开上海。
你肯放我走？我念着我们的师徒之情，放你走。最后一次。等到你我再见面的时候，我知道，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等等，你脚受伤了。哟，七爷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康哥把荣家那个小姐带回来了，想问问您看，荣家哪个小姐？我也不知道，是康哥他们从在哪儿？啊，在那个保镖他们住的那个后院。时珍，你个蠢货！快去这动静！我也听听。可以啊，也不假。让开！冯小姐，康哥正在里面忙，你滚开！住手！七，把门开开。谁啊？滚开！凤花，凤花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我在呢。凤花，我来了，我是冯先生，我是冯先生。冯先生。时珍，我绝对不会纵容他们做这样的事情。有区别吧？你连你自己的手下都约束不好，还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吗？我派人送你们回去。不用了，把钥匙给我，我自己走。好。凤花，别怕，现在已经安全了，别怕啊！你受伤了，我现在带你去医院。不要，我不要去医院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。凤花，你看着我，我不会让别人知道的。我带你去红房子医院，今天是我大哥值班，我们会帮你保守秘密的。你流了这么多的血，我不能让你再有闪失了。为什么是我呀？我怎么活呀？坏人作恶是没有理由的，他已经伤害了你的身体，绝对不能再让他摧毁你的灵魂了。芳花，必须要活下去，而且你要大大方方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，知道吗？别哭了。冯医生，冯医生，来了个急诊。慢点，这怎么回事？不小心被撞了一下。撞了一下？不小心撞了一下，能撞成这样？冯医生，杜小姐没事吧？她有消化胎，现在必须住院。我去给她开药打针。谢谢冯医生。
冯医生，今天辛苦冯医生了。谢谢，我不会抽烟。有什么话直说吧。冯医生，麻烦你给我句实话，孩子真的没事吗？情况虽说不是特别的好，但是安心静养的话，孩子能保住的。孩子真的没事。杜小姐还年轻，身体也不差，只要多花点时间，她能够恢复过来的。可是孩子呢？他之前一直在服用西医给他开的避孕药，这个对孩子是不是有影响啊？这药物或多或少都对婴儿有不良的影响，但无论如何，也得看明天做完的全身检查，才能做定论。啊，冯医生医术精湛，没有想过自己开个诊所吗？也不用像现在这么辛苦。如果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开口。多谢杨先生一番好意。我呢，胸无大志，在这大医院里面混着挺好的，毕竟背靠大树好乘凉嘛。哎，冯医生，杜小姐怀孕的事，希望你可以保密。毕竟她这种事传出去，总会有些不好听的。一点心意，请笑纳。杨先生，你多虑了。保护病人的隐私，也是我们做医生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。我还要查房，告辞了。校长，怀孕的事，我感觉要瞒不住了。不会的，医生那边我已经打点过了，应该不会透露出去的。那可是回家呢，家里也是有医生的，还能瞒多久啊？校长，我想好了，我们明天就走。离开上海，我爹如果知道了我们的事，肯定不会再让我见你的。我们要走就要尽快。我可以先说孩子是荣家上的。说话呀！兰心，我们先不要这个孩子行吗？这样你就不用先离开你家了。你后悔了是吗？荣定坤受了重伤，就算不死也管不了事了。你料定荣家上不会像他一样对你赶尽杀绝，所以你就不想和我一起走了，对不对？兰心，你一块布料的开销，可以让普通人家吃用1个月。我们俩到了外地，人生地不熟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你放着好端端的豪门太太不做，你跟着我去吃苦，可是我，
说的对，好端端的豪门太太不做，非要跟着你去吃苦，不值得。太不值得了。梁修长，忘了我今天说的话吧。哥，世珍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，赶紧帮我找一个女医生，给她看一下。带她去病房，我去喊人。快点。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对一个小姑娘做这种事情呢？这种人渣呀，绝对不能姑息他。你们报警了没？您放心，他已经得到惩罚了。哎，冯小姐，那你呢？我没事。休息会儿，我出去一下。我们再检查一下啊。尝一丝爱的余味，恨却刺痛了蔷薇，细雨伪装的眼泪很美，没钥匙打不开心扉。谁知未来的路，月儿不必人孤独，独坐等清风一树海棠红儿，与你共舞，又会一颗痛步，记忆中眼睛里的针，秋风也带不走好重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是小小的城。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笑容里的尘，秋风也带不走无辜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是小小的城。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彼此毫无疑问，时光流沙逃出我们，就是注定相爱的人，珍惜的人。